好，那么今天呢，咱们画墨谷啊，我推荐大家呢用这个颜料啊，用这个颜料。我们传统的那个颜料，玛丽的颜料呢，是画墨谷的话，它的沉淀物会比较多一些，所以不是特别的好用。所以呢，我就建议啊，大家用这个吉祥的颜料啊，也不贵，这个颜料反正用这种小盒的还是比较合适的啊，颜色基本上也就够用了。这个画墨谷画出来，它会不会有太多的这种沉淀和杂质？否则的话呀，画出来杂质比较多。之前呢，我是吃过一些这方面的亏了啊，画的其实它也不是说所有的颜色都有杂质啊，比如说矿物颜色它杂质就比较多，比如说那个赭石色对吧？赭石它的那个中国画的那个传统的颜料呢，它杂质就会比较多啊。咱们用玛丽的那个，所以不太好用。那么画墨谷啊，尽量用这个。好，我就放旁边啊。回头调色的时候呢，这个也方便给大家看，展示给大家啊。对，花青也多啊，这个花青也不太好，传统的这个玛丽颜料的。那么今天我是自己，我的没有我的卡纸啊，买了还没有到啊，自己裱了一张这个熟宣纸，裱到了画板上面，哎，裱到画板上面啊。那么宣纸还是比较靠谱的，卡纸呢有很多都不太靠谱啊，很多卡纸各种问题，画出来不太好，所以我还是比较相信这个宣纸，特别是生宣啊，特别是生宣的这个卡纸，那有问题的会更多一些。好，我们先看一下啊，左边的这幅作品，老师画了一个十字线啊，十字线大致啊标了一下这个最重要的两朵花的一个位置啊，大家就一目了然了。那么这幅作品它首先来说构图上并不复杂啊，构图上很简单，就是个折枝花卉的构图。那么两朵花啊，一大一小，一正一侧。那么旁边还有一些绿叶啊，绿叶围绕着这个花，那么起到了一个衬托花的作用，对吧？把这个颜色给凸显出来了。如果旁边没有这些绿叶是白纸的话，那么这个花和纸它是边缘处不大能分得清，那么对于它的一个形状的凸显呢就没有那么明显。那么我们再来看啊，底下的几个枝子，那么底下几个枝子，它的一个出枝的方式啊，也是采取的是比较简单啊，传统的一种这种出枝的方式了啊，就是我们所谓的三线式啊，三根线的这种出枝方式。所以大家在以后在画的时候要注意什么？你画画的时候你注意分析一下这种出枝的方式。一般啊，我们有一线、两线、三线这种方式啊。那么三线式的这种呢，与画兰花的这种感觉差不多，有主线、有辅线、有破线啊，有主线、辅线、破线。那么这一张作品当中，那么主线毫无疑问就是咱们两朵花连起来的这条线了。哎，从底下的枝子向右上连起来这条线，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主线。那么辅线呢？辅线呢，我们可以看作啊，那么左边，对吧？左边的这个花骨朵这条线，这个枝子上去基本上是同向朝上的，对吧？那么破线呢，就是中间穿插着这一支往右边下来的叶子的这一片啊，这一条线，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破线。那么其实就是兰花的这种三线的构图了，很一目了然了，对不对？所以大家以后啊，在创作的时候，哎，你可以先自己想一个构图，那么是想画一个简单一点的一线式呢，还是两线式，还是三线式？你也可以分析一下别人的作品啊，别人是怎么处理的。那么这是一些构图的一些基本知识啊，希望对大家呢以后画画也有所帮助。那么今天咱们会用到啊这个居廉居巢啊，他是岭南画派的创始人啊，他俩画这个墨谷画的非常好。那么
前面我们的工笔墨骨课里边，老师也给大家安排了这个课程，对吧？应该是有所了解啊，有所了解。那么他们的这种开创了撞粉、撞水、撞色的这种画法，那么与运寿平的与清代画家运寿平的这种方式又不太一样，可以用仿古色的仿古色可能会更出效果一些。那么我这个纸也是有一点微微的这个仿古微微的这个颜色，那么书宣它会偏黄一些，特别放的时间长了也会偏黄一些。好，那么这种的墨骨的画法它讲究什么？之前我看过大家的一些同学的作业一些作品，那么有一些问题，那么问题在哪儿呢？就是咱们的对于颜色的调色的一个把控上是有所欠缺。很多同学调的这个白色，就是要么过浓，要么过淡，对吧？那么都不行作为画墨骨的话，一定要调出一个比例合适的白色。那么在画的时候，我们画出来的花瓣呢，才能够比较的温润比较的温润。否则，要么就是太厚了显得特别的累赘；要么太淡太淡呢，这个力量又不够生命力又不太够。所以我们调色一定要注意那么调色，首先呢，我们拿一个白色的碟子首先调白色，白色非常的重要白色很重要。白色我们就上一节课说到要调成一个什么纯牛奶的这种感觉就可以纯牛奶的感觉。你也可以用这个，如果嫌麻烦也可以挤一些这个白色玛丽的这个太白也可以，再挤一点。那么樱花的这个白色也是不错的刚才有同学问樱花颜料行不行是可以的。樱花的颜料它这个白色还是不错的。那么至于它的那个赭石有一些颜色也是有一些问题我们就用这个白色就可以一点一点的调试，把它调成一个奶状。不断的往里加水你如果有这个小水滴你也可以用小水滴往里边滴一些水。声音有点远吗？麦克风就在我的嘴巴下旁边怎么会远呢？声音还是不够大吗？是不是有的同学用电脑看的感觉声音会小一些之前有同学告诉我，猫头鹰同学告诉我说，电脑看的话声音会比较小，手机看的话声音比较大一些。好了，够大那么下一个颜色就注意了。那么咱们的这幅作品主要会用到一个曙红的颜色用到一个曙红的颜色。那么其实这个颜料这个樱花的颜料，这个吉祥的颜料，它的叫法跟咱们传统的叫法不一样所以调这个颜色大家得看着调看着调，找这个接近的颜色。有可能调不出来曙红的颜色，那么就需要呢，我们没有曙红颜色，需要我们自己调一调调一调。大致我调了一点这个接近于胭脂的颜色然后接近于朱砂的颜色，给它调和到一块儿。还有一个玫红的颜色，调一调，找一找这个比例，大致能够出来这个曙红的感觉了就可以了。首先我们会用到一个撞粉撞色撞粉的这种技法。那么顾名思义撞色法就是两种颜色进行一个什么叠加进行一个碰撞，同时进行一个碰撞就是一个撞色的方法。那么撞粉就比如说是像画这样的花类的是白色的花类的，所以我们要用到撞粉。那么这种白花我们要看，有的花呢它是偏白，有的花它是偏红的，明白吧？那么如果是偏白的花呢，那么我们画的时候，你可以先用白色来画。
如果偏红的花画的时候，我们先用红色来画。哎，大家注意，为什么？你先铺哪一个颜色，那么哪一个颜色在干了之后它就是会比较明显，它所占面积比较明显。哎，谢谢比格莫舞的粉丝牌，谢谢大家送的礼物啊。好，我们继续讲。我把这个图放到一边放小一点，否则看不见了。放到我看看。好，那么尺寸呢，还有颜色呢，大家应该都清楚了吧？谢谢王段同学。那么我就把这个往里边缩一缩否则呢太挡着视线了。往哪边放呢？往这边放吧。往这边放我把颜色呢放到这儿。首先我们画中间的这朵花首先画中间的这朵花。那么中间这朵花是比较麻烦的，是吧？比较麻烦我把它放大一些。那么它的一个位置，刚才我们看到了它的一个位置基本上是在我们画面中间中线的一个位置，基本上是在中线偏左的一个位置。大家看左边这个小图在中间偏左下一点。那么它从花心开始画花心部分基本上是在指的中间偏左。那么我们就找好位置就开始从这边开始画我就留着这个大的图，小图我就给关掉了。好了，那么这个纸我画了一个框，用铅笔画了一个线。其实位置呢，大致就是这一块大致从这一块。那么我就开始了。那么这幅作品我们看到它的这个花呢其实是偏白一些白色偏白，还是偏白，不算偏红。那么我可以先用白色用白色，从里边的花瓣开始画，从里边的花瓣开始画。我拉近镜头，从里边的这个花瓣呢开始画。画的时候你要把握一下它最开始的花瓣的一个大小，不宜太大过大的话呢，我们往后就不好安排位置，对吧？也不宜过小，不然的话画面不饱满。你可以连续先画一两瓣画一两瓣，画出它的这个形状来因为这个白色可能不是特别显不是特别的明显。然后呢，老师再用这个刚才调好的曙红。那么花瓣它一般是根部的地方颜色会比较重一些。你看我就直接撞入了这个红色撞入红色，看到没有？直接撞入红色，从根部的地方撞入你不要说从上面开始撞，从根部开始撞，从底部。看不清楚，因为是这个白色可能不太明显。我把镜头再拉一拉一会儿画多了就明显了画多了就明显了，就能看清楚了。现在这个一半两半的可能看不太清楚，因为颜色浅。我干脆直接把镜头拉下来吧。这样好一些了吗？这样是不是好一点了？好，老师画的比较慢大家如果准备好工具的同学你是可以跟一下的。他老是在对焦我的手指头所以你感觉可能是有点虚，对吧？怎么能让它不对焦我的手指头呢？好，
那么大家看啊，这个颜色啊，看从底部啊撞入之后啊，它会沿着啊这之前的这个太白的地方，它会往上跑，看到没有？它会往上去，所以这个颜色它自然而然会形成这种渐变，底下深上面浅啊，这种颜色的一个渐变。好了，那么这两片啊，这两片我们画的是中间的这两片，然后呢，我们是围着圈这么画啊，一定要围着圈这么画，一层一层的这么画啊。它是在对焦我的手，是不是啊？这样，我放一个手指头在那儿啊，哎，这样好一些吧？哎，谢谢这位同学啊。哎，这样是不是好一些了？还挺麻烦。好，那么同样，我们这个颜色也是啊，沿着边缘，你看看这么注入进去，不需要什么，不需要你把整片花呀都给它画的，不需要你把整片花呀都画的一片红啊，一定要是有红的地方，有白的地方啊，有红的地方，有白的地方，它是阶段性的啊，看到没有？可以用这种点的方式啊，如果想让它变化比较多，哎，你可以用这种点的方式。有阶段的，有选择的啊，让有一些地方偏红一些，有一些地方偏白一些。那么干了之后啊，它的这个线会形成这种视觉感，会把它连贯起来啊，会自然的连贯起来。那么比如说有的花呢，它比较深啊，里边的花比较深，特别是第二朵啊，第二朵这个没有完全盛开的这个花，没有完全盛开的这个花啊。那么它的花心里边啊，这些花瓣呢，你可以选择什么？先用红色来画啊，先用这个属红的颜色来画。我把旁边这个图像啊缩小一点。这个图我已经发给大家了，大家可以自己对照着啊，对照着看。比如说我想画一半啊，比较偏颜色重一点的花瓣，那怎么办呢？我直接啊，先用属红这样画。画它的最深的地方啊，画最重的地方，然后留出来接色啊，要接色。还有一种办法呢，就是接色的方法，就和画工笔差不多了，对不对？哎，有撞色，还有接色。那么这个花瓣明显就比底下的花瓣颜色要重一些啊，要深一些了。那么除了这种接色的方法，我还能用什么方法呢？哎，比如说我再画一片啊，画一片花瓣，你看中间这一部分呢，它的颜色是比较深的啊，中间它的花聚在一块儿，花瓣聚在一块儿，颜色比较重。我也可以先是用这个颜色啊，先用这个颜色，先用属红，画出这个花瓣的形状啊，画出花瓣的形状。老是自动对焦。哎，先画出花瓣的形状，然后往里边。那么这个花瓣啊，它是有一些起伏，那么它是中间颜色深啊，两边颜色浅，你看到没有？那么这种微妙的变化，我通过这种撞粉啊，我再来点入，从两边点入这个白粉，那么中间自然而然会挤出一条深色的这个水线，对不对啊？放个颜料管呢，我手放这儿都不管用，颜料管不知道管不管用啊？看到没有？那么这个会形成一些微妙的变化，对吧？所以画墨谷啊，它的这种里边的小道道啊、小技巧啊，
还是比较多的。如果你都掌握了这些啊，你画出来这个东西啊就特别的耐看啊，否则啊就比较粗糙啊，不耐看。又虚了是不是？啥原因呢？缩小一点呢？不想让我教墨骨啊？啊，缩小一点就好一些吧。这个可能是离得太近了，刚刚拉得太近了。哎，缩小一点就好多了啊，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好，这些花瓣啊要有向心力啊，都往中间这个点让它聚过来，都往中间的点聚过来。我还以为这个相机不想让我教你们呢，想罢工。好，这个大家都能跟上啊。那么好，再往这上边啊，这个花瓣呢也是要往里边插进来啊。之前我们都学过，知道牡丹呢有个形状是什么碗状，对不对？像碗口一样啊。那么这个也是这一部分呢，要像一个碗口一样，我们全部让它啊按照这个形状啊，特别是里边你可以点重一些啊，里边可以点重一些。这里边有的地方到后面啊干了之后还要用很深的颜色把它填满，它需要二次加工啊，需要二次加工。好，继续，那么我开始画下边这一片稍稍比较大一些的这个花瓣了。那么注意这个花瓣呢，它的一个形状啊，它的这个褶子，这个褶子啊，像咱们包包子、包饺子这个感觉啊，褶子得漂亮，你这个包子蒸出来才漂亮，对吧？美观。哎，又虚了吗？同样，从底部啊，把颜色从底部开始撞，不停的虚啊。他老是对我的手对焦，然后你看啊，花头这一块，花瓣前面这一块啊，我们有选择性的啊，间接性的点几个点啊，点几个点，不要把它圈一圈啊。很多同学之前看的画的这个墨骨啊，是把这个整个外轮廓给它圈一圈，这个红边儿，对不对？那么圈一圈这个红边儿，它就会显得比较死板，非常的呆板。那么你有选择性的啊，在转弯的地方啊，有选择性的卡住几个点，那么它会比较生动一些啊，没那么死板。这画完手就得立马拿走，又开始虚了是吗？还挺麻烦啊。哎，花瓣往里边中间啊，往中间里边插入进来啊。你看，有的时候呢，我是先画白色啊，有的时候呢，先画红色。
有时候先是白色，有时候呢先是红色，根据什么？根据这个虚实关系来啊。比如说这个花瓣，它底下到了底下，因为底下这些空里边啊，我们留白的这些空里边，到时候会用比较深的这个曙红，要把它填满。填满之后再点花蕊，因为中间它颜色是比较深的。所以，那么我画的时候，我先是不管这些空，对吧？那么我刚才这两笔呢，我是先用曙红画的，然后再来把白啊这么接下来，给它顺着接色接染的方式给它接过来。所以在画的时候，我们要多种的方式啊，灵活的运用啊，灵活运用。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出来我画到哪儿来了啊？那么底下这个花瓣是比较饱满的一片啊，非常饱满，有3个褶子，而且还很白啊。手不出镜，哎，它就这好一些。手一出镜啊，就对焦失败，你看。那么里边这些花瓣非常的琐碎啊，大家容易画这个画这种牡丹呢，就有一个什么问题啊？容易画着画着就迷糊了啊！大家一定要尽量的保持清醒啊，不要画晕过去了啊！画着画着找不着北了，非常的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有时候不要过于的追求它每一片的这个形状啊，你只看到它的大致啊相同，你可以按照自己平时对于牡丹花的这种理解啊，自己来总结一下它的这个形状也可以啊。设备看来得找一个专人来调教一下啊，我自己还弄不好它了还。它缩小一些好像清楚一些啊，如果放太大，它好像就有点虚。其实大家主要要看什么？要看我这个颜色啊，是怎么点的啊？是怎么点？那么像这样的花瓣里边啊，它有一些偏红的地方，有一些偏红的地方。那么我有时候染这个白的时候啊，我可以给它留出一些水线来，对不对啊？留一些水线，不把它全部染完，而是留出来。留出来呢，用颜色勾一勾啊，带一带。那么能够表现出这个花瓣的什么褶子啊，它的一个花瓣的褶皱。哎，然后我花瓣呢，这个尖儿这个地方啊，白色呢，你可以继续撞，这个白色要多一些。那么我继续呢，笔上呢，我再蘸了白色，我往里边积，
积攒在上面啊，干了之后，那么这一块会比这一块白色呢要深一些，对吧？哎，要明显要浓厚一些。所以花头的部分，我再来反过来看看这些部分啊，哪些需要加的地方啊，我再加一加，趁着没干的时候再给它点进去，那么可以强化一下。干了之后呢，它的这些地方啊是比较白、比较亮的啊，可以强化它的结构、它的体积感。大家能跟上吗？有没有跟的同学？哎，感谢啊，感谢这位同学啊，很想我了是吗？好，下面我这儿画的呀，就是这个花瓣的一个褶子了啊，一个褶子了。那么这个褶子它的边缘处啊，非常的明显，它是勾勒的啊，它是勾勒的，而不是说是流出来的，它是勾勒出这个形啊，边缘这个线它是勾勒出来，然后往里边再填充啊，填充这个白色。那么这样啊，因为是先是勾勒的，那么勾勒的这条线它是会比较明显。如果你是直接这么撞色啊，它会比较虚一些。哎，所以呢，画画的时候是要怎么样？随机应变啊，随机应变是非常重要啊。方法要学活了。有时候你可以往里边点一点啊，基色。你看，用笔尖啊点一点，让这一块的颜色啊给它积在一起，变化就比较微妙啊，变化就比较微妙。放大了看一看，啊，你看看这个里边它的一个颜色的变化就比较微妙，对吧？不至于太死板啊。嗯，晚上好，老鹰。好，谢谢大家的点赞啊。上一次好像直播的时候好像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对吧？没有出现过对焦的问题，怎么今天会有对焦的问题呢？来注意花瓣的花型啊，每个花瓣的花型太远，怕你们拉太远，我怕你们看不清啊，因为这个非常的细致啊，非常的里边变化比较多，非常细致，看着就晕，对吧？如果我只顾自己画的话呢，那就没必要了啊，主要是为了让大家能看清啊。我的镜头特地买了一个这种，它可能是焦距太长，它自动啊把这个景深呢给虚化了。是它对焦有问题，你知道吧？这样看，这样就没事，这样就没事。但是这样的话，你们能看清不？我就给它拉近一点再。老是虚，老是虚，会影响我发挥啊，画不好了啊。那么他的这个牡丹的画法呢，有没有同学知道他是学的谁的呀？他就学的运寿平的啊。他其实是学的运寿平的这一张。
包括牡丹的一个造型，包括这一张的一个造型啊，以及这种撞色完了又去勾勒啊，又去反过来勾勒的这种方式啊，都是学的运寿屏的一种画法了。因为运寿屏它的一个牡丹的画法，它的墨骨的画法是画的非常的精细型的啊，特别是早期的，都画的像是什么样呢？像是染出来的那种感觉。除了就像工笔一样啊，像是染出来，除了不勾线之外啊。对，我今天把这个课上完，我会把它整理出来，把视频剪出来，然后看看怎么开通小黄车，开通之后会传上去啊。这可能跟你们之前学过的这个墨骨课，可能跟你们之前学过的这个墨骨课的这个画法不太一样，对吧？那么我画这个墨骨呢，今年22年，我是12年开始画墨骨的，12年就是开始花比较多的时间呢来画这个墨骨画的啊，整整画了10年墨骨了，所以有很多自己的画墨骨画的一些心得体会啊，技巧的这种运用，有非常多的这种体会在里边，也走过很多弯路啊，走过一些弯路，也总结了出来一些方法啊，所以还行，比较画墨骨的话呢，还是比较得心应手的。我们画这个花瓣的时候，哎，因为里边最深的地方还没有开始画，所以呀，会感觉，大家可能感觉有一些找不着北。如果今天没有跟画的同学，我回头把我弄一个线稿发给大家。如果你觉得位置把握不准呢，你把那个线稿，你可以，如果是用熟宣的话，用宣纸画的话啊，你可以呢拷贝一下，然后再画，把位置拷贝出来，然后再画。如果是用卡纸的同学，那只能是跟老师一样，只能是硬着头皮来了啊，自己注意看位置，自己注意找。基本上我们画的时候，你看看，先画从里边一圈开始啊，画出来再往外面一圈一圈画，基本上是往中间啊，四周是一个往中间去的这个方向来画，然后选取主要的花瓣来画，主要的大的花瓣来画。至于中间的一些小的缝隙，我们到时候可以往里边穿插一些小的琐碎的花瓣即可，对吧？可以自己凭着自己的理解感觉去画，这样的话就不会迷路了。如果呢一味的按照这个人家的这个原画来画，很有可能画迷糊了。所以我们是要有时候选取最重要的地方啊，我们照着它这个位置把它定出来。那么中间的地方、小的地方可以自己凭着理解来画，因为本身这个图片，也不是特别的高清，对吧？虽然是能看清啊，但是能看清是一回事，能不能画准又是另外一回事，对吧？你看，像里边这个一些特别琐碎的花瓣，那么我们可以凭着这个感觉它是一个朝向都是朝这边先把它画出来，画出来之后再用深色，等完全干了之后用深色来勒一下它的形状，给它勒一勒所以
预计啊这张画我们需要2节课的时间才能够完成啊，需要2节课的时间。对，如果想学墨谷的同学啊，可以给老师点一个粉丝牌啊，点亮头像，点个粉丝牌，然后进群里边，这样呢，每次开播它会提醒你啊。然后我发的一些线稿什么的，就直接发到群里边了。好，我们是围着圈画啊，一圈一圈的。你看看，马上这个圈就比较完整了，对不对？马上就完整了啊。好，那么这个缺口这一块是一片比较重要的这个花瓣，哎，我们把它补上。那么注意它的一个翻转，花瓣的一个翻转啊，像海浪一样。像我们有时候画山水画的这种沟的这种水纹啊，这种浪花的这种水纹的感觉，一层一层的，有起伏，有缺口。哎，好，那么把这个形状出来之后啊，花瓣的头部的地方继续，你看看，把这个白色啊继续啊给它点多一些啊，积在上面，它就会亮一些。那么这边会比底下要亮。好，同样呢，底下呢我们可以啊用曙红，用这个红色啊往上面积一积。那么这底下呢，它颜色就会深一些，上面颜色就会浅一些。花头的地方让它重一点，白色亮一些，我们再多点一点。啊，那颜色变化非常的细腻啊，丰富，对不对？有同学要想学动物画，对吧？那么我说一下我的这个课程的我大致的一个想法啊，就是一周的话，如果我能够一周播5节课或者播6天5天的话，会有2天画这个墨谷，会2天呢，可能会画这个动物，比如我们专门把刘奎林的这种刘基友的这种动物画啊研究研究。之前不学过12条屏，我们不讲过，刘奎林的这个几条屏，12条屏，对吧？动物12条屏，哎，我们可以画一画，然后再画一些这种禽鸟类的啊，比如田世光啊，像他们这样的啊，或者我自己啊改一些这种，自己可以画一些这种案例啊，自己画的案例教给大家。特别是墨谷啊，那么墨谷呢，我是先是教大家临摹，临摹完了之后啊，再教大家画一些其他啊偏创作一些的这种墨谷案例。那么我自己的墨谷案例啊，我刚才说了啊，我从12年开始画墨谷，所以我自己的墨谷案例大大小小的，一会儿可以给大家看一看。我有100多幅墨谷案例啊，可以供大家选择。所以都是我自己画的啊，自己偏创作类的，所以不用担心。那么这个课程肯定是会非常的丰富，并且啊，你们在其他地方可能真的是学不到，因为是我自己弄的啊。都把这个画的一些案例啊，手里有一些可以发给大家看一看一会儿。这个镜头我下了课，我找人帮我调一调吧，找专业人士调吧。他怎么老跟着我手跑呢？上一节课是不是没问题啊？上一节课是不是没问题？把手放这儿啊，手指头放这儿。
看他认哪一个手指头。讲12条屏啊，之前讲过没讲过12条屏啊？只是我们不是提到过嘛，在课程里边提到过那个12条屏，我们不是画的梅花鹿吗？那会儿还记不记得啊？光线的话，我说一下啊，因为这个画墨谷，如果光啊直射这个画面的话，它是有反光的，你们根本看不见。但是因为有水比较大，反光会比较严重，所以这个光我是对着上面打的，然后反射下来的。如果直接强光对着这个上面打，你们根本看不见，这个特别的反光。所以以后的课程，我看看是白天上呢，还是晚上上啊？白天可能会好一些，光线会好一些。好，那么这一圈我们看看啊，把这个画完之后啊，基本上这一圈快成型了。我们先把上面的花头这个碗状的这一部分啊，把它画完整，然后再往下来。今天这一节课我们要把这2朵花都给画完，否则的话呀，下一节课不一定能画完。它上面还有多少只小蜜蜂啊？1、2、3、4、5、6、7只小蜜蜂，这个工作量还是比较大的。这幅作品画起来可能会比较累一些，所以我这2节课就试试大家的这个水平，什么水平？摸底啊，摸底。根据大家交作业的情况，回头在群里边啊，交作业的情况呢，我可以及时的调整一下咱们的课程的难度。所以没关系，大家如果跟不上，确实跟不上也没关系啊。你只要给老师展现真实的自己就行了啊，我会根据大家的情况啊来调整课程的案例难度。因为上一节课看大家画的还挺好啊，出乎我意料了啊。就像是第一期教的技法班的同学的这个水平啊，都特别的高。还有咱们之前这个什么7和1的同学对吧？老学员，能力都比较强。就是用熟宣啊，这个就是用熟宣，我用的也是熟宣啊。我用的是熟宣，我是把它裱在了板子上，因为怕大家如果不裱的话，它一沾水啊，它就会起皱啊，怕大家看不清楚，所以我把它裱在了这个画板上面，这样平整一些。我猜今天是第2节课啊，今天是第2节课。好，我们继续往上啊，累加它的一个花瓣啊，也可以。我们现在啊，也可以，我看中间如果干了，也可以先把中间的空白处，先用比较深的这个曙红颜色呀，给它填上，这样呢，大家可能会比较清晰的能看出来我画的是哪儿，否则感觉看不出来，我害怕大家啊。那么中间的颜色比较重一些，那么我们这个曙红里边呢，这个是偏浅啊。你可以继续调一点偏胭脂色啊，哎，调浓一些。那么这个啊，往里边填这个缝的时候，可以是染啊，可以是染着填啊，也可以呢，再换一支笔啊，一定要等它干了再去填。如果没有干的话啊，大家不要去碰它。如果没有干，你不要碰它啊，一定等它干了。也可以呢，我先把这个缝里边啊，先给它打湿了啊，用清水啊把它打湿了。
然后蘸比较浓的这个重的颜色啊，你看，我再撞进去，这样也可以啊，来填住这个缝隙，哎，这样来填住这个缝隙也是可以的，两种方法都行。那么撞的时候注意啊，千万不要撞多了啊。那么清水笔呢，你还可以轻轻的啊，可以往其他地方带一带，但是一定要等它干，没干你千万不要画这一步，这一步要稍等啊，等它干了之后再来。你看这个方法是非常的多啊，技法非常的多，用起来一定要什么样啊？灵活，灵活的运用。你看我这下面其实还不是特别的干，画的时候要小心控制。那么这样加重之后，就有了花心的这种感觉了，对吧？有了花心扎在一起的这种感觉啊，这个花瓣啊，都围绕着中间聚拢，而且能够把花瓣的这个形状给挤出来，对吧？这样花瓣的形状它就会明显了啊，否则啊，它这个形状不明显。哎，你看这样的话就会明显一些啊。诶，手一放就虚啊，手一拿走就好了。还是缩小一点吧。好，我们把这些缝的地方啊，先来填一下啊，稍稍填一填啊，填一填，也可以这样染一染、带一带，主要是中间这一部分啊，中间这一部分比较重要。为了让大家能够找着啊，画的是哪个地方啊，否则找不准。姜丝续糖，姜丝续糖的是那个什么颜料？有那种小碗的还行啊，小碗的还可以。是可以的啊，可以试一试。姜丝续的是比较传统的这种国画颜料了啊，是比较正宗的国画颜料。总之呢，就是越贵的颜料啊，它其实画这个越好；越便宜呢，它这个不太稳定，得碰运气啊。有时候能画好，这个有时候不出问题，有时候出问题。所以啊，还是我一般就是啊，画这个画墨骨的话，我就是用这个吉祥的。吉祥的呢，因为确认过了啊，它不容易出问题。画墨骨的话，那么画写意的话，大家就不需要用吉祥的了，因为吉祥的颜色它比较鲜啊，颜色很鲜亮的颜色。画写意的话就不需要，画写意就用我们正常的玛丽颜料就行啊。不买好的就买贵的啊，买贵的就是好的啊，这个是一点毛病没有啊。这个颜料这个东西啊，它就是贵的就是好的，便宜的就是可能不太好。你看它其实这些花瓣呢，这些地方它最后会勾勒一下啊。有的同学说，这个画墨骨不是没有线吗？哎呀，不完全啊。
不完全是这样，对不对？画的累吧？我的画累了啊。好，我们加快点速度啊，8点了，不然的话呀，这一朵花都画不完，还画2朵，不太靠谱了啊。好，我们继续把这边把这个花瓣给它扎进来。那么这边这个片花瓣它是有形状的啊，形状还比较明显，飘进来啊，从外面飘进来的这种感觉，飘进来。动态一会儿清晰，它是对焦我的手，它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也搞不清楚。其实我不太懂这方面的知识啊，得研究研究。不行，我再买一个镜头吧。我还专门买的这个索尼的这个，人家推荐的，专门是拍这种视频专用的啊。结果还出现这种问题啊，可能是我不会用，高级的东西不会用啊，白瞎了。因为平时也不玩摄影，不干嘛的啊。把检测关了，定焦应该就可能啊，定焦啊。对，我回头问问客服吧。那么大家知道这个画墨骨，这个墨骨画是谁发明的吗？윤寿平发明的呀？不是啊，据说是北宋啊，这个徐崇嗣，就是徐熙的孙子吧，他给发明的啊。我们老徐家的人啊，强行认一个亲戚啊。徐渭，不是认一个亲戚了，这是强行认了一个，这都算祖宗了啊。北宋的时期的人呢，好，我们看一看啊，找一找。那么里边现在这些花瓣呢还比较复杂啊，我们就沿着这一片，把这一圈上面这一圈再给它补齐了，啊。我稍稍画快一些啊，稍微画快一些啊。你可以同时画好几瓣啊，把好几瓣的这个
形状先用白色统一给它画出来，画出来之后呢，统一进行撞色，这样呢速度会快一些，否则呢会比较慢啊，比较慢。我怕大家给看困了啊，回头。看不见，镜头虚的看不见是吧？手一出镜就不行了啊。像这样它就快一些啊。时好时坏，你看这家伙真是，哎，防不胜防啊！这个突然就出现一个问题了，你看看。我开的是自动对焦模式，是不是开错了？可能像刚才那个同学说的，开个定焦，就不让它对焦啊。因为这个也是才买来的哈。太高级了，不会。上一节课没问题吧？上一节课直播的时候，好像没有这个问题哈。好了，上面这一圈啊，这个花瓣呢就比较相对来说啊，它就没那么复杂了啊，相对来说比较会简单一些。那么画的时候就注意什么？注意这些缝隙啊，这些花瓣与花瓣之间的啊。好，放一个吸管，放个带颜色的吧，放个带颜色的。放中间，我看干了没有啊？干了，放中间。哎，好像是好一些。
是不是好像是好一些了？对，我画画的时候不太能关注到这个弹幕。好，那么上面这些花瓣我画的时候啊，刚才说到了要注意什么呢？注意花瓣与花瓣之间的这个微妙的形状，就是留的这个空白，最后需要用绿叶来衬的这部分啊，不能雷同，要有变化。哎，你可以先描出这个花瓣的外轮廓啊，描出外轮廓来。哎，这会儿颜料管起作用了哈，刚才为什么不起作用呢？你看，像这样的花瓣啊，你要看它是偏白还是偏红。如果偏白的话，哎，先用白色，特别是上面部分啊，用白色来画，然后下面用红色。那么它的这个外轮廓不需要太明显了啊，太明显就太实了，你就轻轻的点一点啊，轻轻的点一点这个红色到里边，哎，轻轻点一点。最后因为外轮廓它旁边还有好多绿叶嘛，用这个绿叶呢给它衬托一下，它就好了啊。怎么了？谁夸我了？我看看。谢谢啊，谢谢这用户589577也没名儿，还有用户8961，这不会是托吧？不会是我家亲戚吧？你是托儿？对，我弄这个，我家里人可关心我了啊！为了能让我上好课，把我孩子都接走了，为了不打扰我。今天还给我提意见呢，让我不要弄太难，说的太难了都跟不上，都划走了，回头。说让我画一点这个什么，简单一点的这种教程类的东西啊，这种短视频发一些这种的。你看看我要做的工作还非常的多啊，需要做的工作还非常的多，给我提了很多的意见，任重道远啊。他们没空学，
我感觉真实的牡丹花瓣啊，好像没有，花瓣还挺大，对吧？感觉没有这么琐碎啊，这个花瓣太琐碎了。你看运寿屏啊，运寿屏画了一套这个牡丹的册页，各种各样颜色的牡丹，非常的漂亮啊。等我的卡纸到了呢，回头咱们可以画一套，一套好像有多少张啊？有没有10张？好像啊。如果大家学的差不多了啊，等大家学一段时间，学差不多了，可以带着大家画一套这个牡丹的册页，非常漂亮，很高级。对，我比较喜欢用高级这个词啊。这个画画呢，它其实没有什么对错、好坏之分啊，高级不高级啊，它有这个区分。画的东西给人一看啊，就有一种高级感。不想画了，不想画，歇着吧。这么快就放弃了？天天催着我，让我教你画蘑菇，还教你了就不画了啊！我放这儿是为了让它聚焦，否则镜头不聚焦啊。我稍微挡一点。没有画的同学，你就先不要着急画啊。我回头把稿子我用 PS P 了一个线稿啊，P 了一个线稿，虽然不是特别的清楚吧，但是应该也对大家有帮助啊。回头可以对着那个线稿，你确定一下位置，勾一勾啊。否则的话，像这样的话，我感觉这个有点复杂，对于大家来说不是特别的好接受吧。回头把那个线稿发到抖音群里边啊。因为 PS 技术也不太高，P 的不是特别的好，不是蘑菇有点难画，是这张画啊有点难画，是老师要求太高了啊。因为我对于画画的还是有要求的，所以你可能感觉跟我学画比较难啊，跟别的老师学画感觉可能比较简单一些。但是只要有耐心啊，就能画很好啊。因为之前我在其他地方教过一些成人啊，也是线上的啊，他们跟我学过2、3个月吧，就能画很好了，时间不是特别长啊，就2、3个月就能画的不错了。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只要能坚持下来啊。你看我画画的这个速度也不是特别快啊，没有在赶时间，也是我正常的一个画画的速度在里边。这是熟宣啊，这是熟宣，所以大家不要害怕，我有信心啊，有信心能够把大家教会。下一节课来个简单一点的啊，下一次的作品呢，来一个稍稍简单一些的啊。先摸摸底啊，摸摸大家的底，不知道是大家这个水平怎么样啊？
因为上一节课画完，感觉大家画的都挺好，嘴上喊太难了太难了啊，作业一交都特别好。参差不齐，对，所以大家尽量交作业啊，不要老是让我看到优秀的同学的作业了啊。有的画的不太好的同学，你也得交啊，交完之后我来好调整，然后带着大家一起进步，不能只是说少数人啊在进步。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空隙有点大，我可以呢再加一层啊，再加一层。反正多一片少一片呢，这个都不重要啊，这个多一片少一片都没关系。对，你就大胆的画啊。我之前教过一个同学呢，他是一开始啊，他是特别讨厌画这个他性格哈，就感觉是比较粗犷的这种，然后画的这个作品一开始画的都惨不忍睹啊，特别惨不忍睹，但是他特别能坚持画，特别能坚持画，后来越画越好，越画越好。他是上海的，我之前教过上海的一位同学，特别匪夷所思，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会进步那么快啊。当时也是教了很多学员啊，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他最后会进步的这么快啊，他就没有在我的这个预想的范围之内啊，但是没想到最后进步最快的是他，画的特别棒。你可以进我的这个抖音群啊，抖音群。你看啥时候用白，啥时候用红啊？你看这个花瓣呢，它是偏白啊，这一片花瓣偏白，那么我们先用白色打底，先用白色打底，打完底之后呢，再把红的地方啊，比如花瓣的根部的地方啊，花尖的地方，间接的啊，有间接性的啊，把它点一点，那么呢，它就会这个花瓣的这个感觉啊就有了。那么像这个老师画的时候，先用红色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底下它是里边的一片花瓣啊，里边的一片花瓣，它颜色需要深一些，它而且比较小的一片花瓣啊，那么它需要衬托这个里边的花瓣。那么我先用啊这个红色来那个边儿，对吧？然后再往里边填充白色。然后根部的地方啊，再继续啊，用这个比较重的曙红啊，比较重的曙红啊，填充一下啊，填充一下。填充的目的一个呢是这个花瓣它的一个外轮廓啊，形状也同时被挤出来了。另外呢，这个花的层次感就会多一些了，多了一个层次啊，多了一个层次，它是包裹在里边的，对吧？比如像这样的缝隙里边啊，都可以用曙红啊给它填一填。等一会儿完全画完之后，我们再来收拾一下这些细节。你看看现在这个花逐渐成型了，逐渐成型了啊！完了，今天想画2朵，好困难呢。好，那么这片有的呢，你可以是像这样啊，勾勒，但是要快啊，勾勒它的一个外轮廓，否则干了之后啊，这个颜色啊它是
是非常深的啊，非常不自然，就会勾勒好之后，我们再来填充白色啊，要快。所以方法是没有固定的啊，没有固定的，只有最合适的方法啊，没有说千篇一律，就只能这样啊，不是这样啊。你可以找到一个最合适的一个方法来画它。特别是这些造型啊，边缘的造型，要摆 pose 啊，要摆好，就跟照相一样啊，摆 pose 一样，要把它摆好了，摆不好就不好看，摆好了就很漂亮。好，再来看一看上面啊，看一看上面有需要再加高的地方啊，需要加高的地方我再加一加，把这个层次啊，这些缺口的地方我看一看啊，这一块啊需要加一点，看到吗？这一块，所以一边画一边在根据画面的这个效果呢，是不断在调整的啊。调整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跟原画不一样啊，因为我们不可能画的完全一样。那么你要根据自己的画面啊，自己对于绘画的一个理解来进行调整。那么调整的是花的一个外形，对吧？是花的一个外形。那么花的外形，我们为什么调整它呢？是要根据审美啊，我们的一些审美的规则，对吧？那么通常是不规则的图形是比较美的，对吧？哎，不规则的图形，如果太规则，那么这个花呢，比如太圆啊，太对称，那么这个花都不好看。包括中间的这些空隙的地方啊，都需要随时自己自我感觉来调整它，要有主动性画画，不要太被动。你可以说这个形状画的不是这个形状，至于这个形状美不美呢？这么一点儿其实不重要了啊，重要的是这个整个的这个缺口它的一个形啊，缺口好不好看，一不一样。好了，好，上面这部分我们暂时先放着啊，下面我赶紧往下铺啊，把它铺下来。摄像头不想我教大家吗？不大想我教大家是不是？我把这个还是放这儿啊，放这儿感觉好一些啊，不放感觉不太好，感觉不聚焦啊，放着吧。好了，我们现在再往下啊，这边我们可以开始往下。同样啊，我们要找到这个花瓣啊，这个花瓣对应的是哪儿，然后找到它的下一个花瓣啊，下一个花瓣。那么它的这个花瓣啊，最后它是用这个红色啊，它是怎么样啊？勾勒了一下啊，勾勒了一下。我不着急，我怕大家着急。没关系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菊妹啊。眼花了吧？妹儿同学，不是老早就要学摸骨，要我教摸骨吗？哎，俏妮去哪儿了？画画了吗？不会真的不画了吧？
刚开始学可能会有一些难啊，因为这个图也是找难了一点。瞧你在吃饭呢。画一画，抬抬头啊，画一画，抬抬头，眼睛吃不消，不要低得太厉害。对，镜头对焦它老是自动对焦啊，自己它不对画，老对我的手，羡慕啊！想学画画，老在看我的手。那么有的时候啊，就像画写意画似的啊，就像画写意画似的。你看，有时候我们就要讲究，稍稍讲究一点用笔。比如这个缝里边，如果你能一笔呀、两笔啊这么画好，你就不需要一点一点的去什么，去填啊，去涂，那么就会快一些啊。给不是给大家下马威啊。测试一下啊，有多少同学是真的想学？真的想学的同学呢，肯定是能坚持住。啊，看这个花瓣啊，这边有一半儿，如果你看不太清楚，你可以先轻轻的勾一勾，快速的勾一勾，勾好之后你再来填色。那么勾的时候，这个线呢也一定要有虚实，不要勾太死了啊。勾死了之后，那一圈特别丑，特别难看。这个白色就不能给它融合到里边。你看，勾的有轻有重，对吧？有空隙。那么白色填完之后，它也是有虚实变化的，这样呢就会好一些。然后趁着没干的时候呢，再来勾一勾这个花瓣上的经络啊，就一个撞色啊，一个撞色。对，形不好找啊，没有画的同学你就看一看啊，先看一看。好，好，我们再来看这边的一个花瓣。好，下节课用定焦啊，因为上一节课没有什么问题，不知道这节课怎么回事，因为是不是因为这个花太白了的原因啊，还是怎么回事啊？他感受不到吗？他是感觉不到这个花的存在吗？他老是追着我的手定焦。今天坚决不交作业啊！
必须得交啊！你们交作业我就有信心啊，你们不交作业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我是应大家的要求才开的这个墨谷课，对吧？否则我教大家画画写意多轻松啊，我也轻松，你们也高兴，对不对？哎，2小时肯定能完成。画这个我也比较累啊，会比较，也不是累吧，反正花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嘛，没那么痛，没那么画写意那么痛快。没事儿，今天不交作业没关系啊，因为咱们这个需要2节课时间画完啊。这个确实难度是大了一些啊，难度大了一点，但是呢，也还慢慢画呗。它其实就是层次复杂了一些啊。对于这个形状位置来说，来找寻这个形状和位置来说，对于大家来说可能是难度会比较大一些。那么在技法层面上呢？难度呢，它其实是差不多的。如果把它分解出来啊，比如说一个花它就这么几瓣的话，你来画它难不难？就不难了，对吧？那么在画的时候，你要学会怎么分组、分圈啊，要把之前我们学到的什么碗状结构，对不对啊？那么这找层次，如何找这个花瓣的层次，如何定位啊？什么时候需要红，什么时候需要勾，那么这都是随机的啊。都是随机的，没有法无定法啊。其实法无定法，没有那么，如果是比较白，那么我们就先用白，然后再往需要红的地方再勾，啊，你就看它谁的面积大，你就以谁为主，这是最简单的啊。如果全用红色花瓣万轮廓，再填太白，那就会非常的死板，那不成了画工笔了吗？那你直接拿墨勾线，对吧？成了画工笔了吗？对不对？那么这个轮廓线我勾的时候，你看看有的地方重一些，比如这重一些，对吧？然后这轻一些，到这儿重一点，这虚一些，这又实一些。为什么会这样画呢？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让它不是一条死板的线啊，让它是有虚实的。吸稠太白的吸稠程度调成一个奶状啊，你看调成一个大致奶状，纯牛奶的，比纯牛奶稍微浓一点也可以啊，但是不要太浓稠了啊，别调成酸奶的感觉了。比如说边上的这一片花瓣，我需要它呀是比较白色，那么我先是用白色，就不要先勾了，对不对？先用白色来。那么画着画着啊，这个其实这个里边的颜料啊，它会越来越干，水分呢会越来越少。那么如果你感觉太干了，就加一点水啊，感觉太稠了。
画着画着就画大了。所以这个花瓣我们画的时候，你先从里边小的往外边画，那么往外边画的同时呢，你挑那个比较大的、形状比较完整的先画，啊，挑它形状大且完整的先画。这些主要的花瓣画好之后啊，次要的呢，在缝里边你可以自己呢进行一些添加组合，把那个缝填好就可以了。那么它的花瓣的形状其实不是特别的重要了，对吧？里边的碎瓣呢特别的多呀。呀，这谁给我送气球了？谢谢谢谢谢谢菊妹啊，不要破费菊妹同学。对，墨谷它是用的熟宣啊，熟宣。画着画着，突然眼前的这个屏幕有一个东西闪过，抬头一个热气球。你看底下的花瓣呢，同样也是啊，这个偏白一些啊，它偏白，因为花它是里边重啊，到边缘处花瓣它是越来越偏浅一些啊，它是有这个，它会比较松散嘛，那么它聚的没有里边那么紧凑，所以呢，它给人的视觉上啊就会浅一些，而且呢，大的花瓣本身就比小的花瓣颜色要浅，所以你可以先用白啊，先用这个白。那你就看一看，有的实在呀来不了的同学，画不来的同学，你先瞅一瞅，看一看啊，你体会体会这个画法，然后再来上手，别着急一上来就得画啊，不是说一上来就得画啊。喝口水啊。水线呢，就是留有空白的这缝隙的地方。水线就是两个花瓣之间，我们会留一些距离嘛，留一点点缝隙嘛，不然糊到一块儿去了啊，那个被称为水线。好，8点40了啊，我们看看9点前能不能把这个牡丹画完啊？谢谢二乔啊。你看看人数越来越少，都看跑了，都吓坏了，是不是都被吓跑了？水线要留得很细，不用，你可以如果能不留就不要留，如果是做不到那么精细，你就留小一些。基本上我留有，你看到没有啊？我这样看能不能看到一些缝隙？虽然不是特别多啊，还是有的啊。留下来都是真爱啊！留下来是不怕苦不怕累的啊。画画这个东西吧，它其实就是应该越是好的这个，它是越是有难度的，这很正常啊。它如果真的是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啊，那就不可能啊，一张画拍卖会上能拍那么贵，人人都能画出来也不可能。所以学习的过程啊，它就是这样的。
你看你用这个花瓣比较白，可以先用太白呢，一点一点的啊，把它的一个形状外轮廓，大致外轮廓给它画出来。然后里边这个比较重，哎，你看里边这块它会比较重一些。那么我在加外轮廓这个红的时候，我怎么加呢？你看，我是挑着跳跃的，一段红一段没有，一段红一段没有，一段红，这又一段有，一段没有，对吧？要这样来，它就不会太死板了，否则的话很刻板呢，就像勾了一圈线一样。那么现在这个肯定是太重了，对不对啊？那么我们需要用我们白色的这支笔呢，这里边给它调和调和啊，调和一下。哎，你看那么这一片花瓣，啥时候轻，啥时候重，是根据你的感觉，都没关系啊。一般我们花头的地方会浅一些，转的时候往里面转的内侧的地方会比较重一些。你可以选择性的啊，比如说这块内侧的地方让它重一些，转的时候凹进去的重一些，对吧？凸出来的，这就有阴阳嘛，我们经常讲阴阳嘛。鼓出来的它是比较薄啊，比较薄，那么凹进去的它会比较厚一些啊，明白吧？像吹气球，那个气球你没吹的时候，你摸摸它那个厚度是比较厚的，对不对？啊，你吹的越大，它会越来越薄。那么因为是它凸出来的，那么凸出来为表现凸出来，那么这个地方你就不要勾，对不对？那么凹进去了，到气球扎气球的到底下扎的时候那一块呢，你就给它颜色重一些，啊，因为给它扎紧了，它是凹进去了，对吧？这个比喻大家能够理解吧？哎，所以和我们讲的阴阳也是一样啊。谢谢俏妮，吃完饭呢？对，有的时候啊，这些你就可以这样去理解啊，与生活相结合起来去理解的话，其实会比较好，容易理解了啊。不然的话，就成了一个玄学的东西了。经常这个国画的东西啊，一些理论呢，让一些搞理论的人呢，因为他们只搞理论不画画，对吧？搞着搞着就成了类似于玄学的东西了啊，讲的玄之又玄，好像是讲的，如果让你听懂了，就感觉我这学问是白做了一样，就是让你听不懂。这是墨骨啊，你看凹的地方，哎，你点一点，对吧？鼓出来的地方呢就不点它，然后花头的地方再用白色再点一点，点缀一下，基一基色啊。那么这片花瓣它里边就会浅一些，就有凸出来这种感觉啊，明白了吧？是不是？好，这朵花马上就快大功告成了。老师在哪里开班？现在就是开班了呀，现在就是课呀，你可以免费听啊。好，继续往上面把这个补齐了啊，补齐了，补齐啊。那么上面的花瓣它是什么呀？它是往下这么垂的，对不对？
它一个是呀，先要往上，然后再往下垂，它先要往上涨呀，涨完之后呢，又要往下垂下来啊，因为它有重力，它要飘下来。底下的花瓣呢，它是没有办法往上去，它只能是往下来，对不对啊？所以这个花瓣的姿态，你在画的时候要注意什么？上面的它的一个形状是先往上啊，再往下啊，它是欲下先上啊，像写字一样。那么我这个你看它是先往上面去，然后再想着往下垂啊，所以它是这么一个弧度。那么有了这个弧度之后，它这个姿态呢就会变优美了啊，变优美了。同时要注意留有水线啊，留有水线。那么中间留了一个空比较大的，最后呢要用红色呀给它填住。特别是里边啊，里边呢颜色深一些啊，颜色深一些。为什么颜色要重一些啊？要把它旁边这个花瓣啊，要给它衬出来，看到没有？这旁边这还有一个花瓣呢，要给它把它的形状给它衬出来，哎，不能衬得太死啊。那么其实说来说去，说的其实就是一些虚虚实实的这种道理，对吧？哎，谢谢蒲公英，谢谢峨眉俏妮，谢谢空谷兰的这个小啤酒啊，小星星。没关系，没关系啊，没有画没关系啊，不重要。今天一开始呢，你可以先看一看，听一听啊，喜欢了再来画它。好，快了啊，这朵就快收尾了，基本上快了。画这种工笔类的、墨骨类的牡丹啊，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它的一些花瓣的这个外轮廓啊，外轮廓又虚了，怎么又虚了呢？缩小一点，一放大它就有点虚。边缘啊，花瓣的边缘要有这种起起伏伏啊，有一些起起伏伏，高高低低。那么画墨骨，比如说还有一种墨骨的画法，就是任伯年的那种墨骨啊，它是偏写意的这种墨骨，对吧？它的墨骨是偏写的这种墨骨啊，回头也可以带着大家一起画一画。明天晚上7点钟啊，明天还是晚上7点钟，我们7点钟继续把这个画完。今天呢，我们要
还得再画一朵花啊，今天还得再画一朵花，所以今天9点是结束不了了，10点看能结束不？今天还有一朵花要得画完。又不聚焦了呢？画了3个半小时啊，苍然老师，这么卖力吗？好，我们来调整一下啊，调整一下这些形状，我看看这个花的形状啊，我们看一看啊，形状有没有需要调整的地方啊？那么这一块感觉缺了一点，对吧？缺了一点。这块呢，感觉这个凹下去的这块有点太大了，也缺了一点。一会儿这块我们要再加一点点起来啊，让它再起来一些。对，平了。不是水笔啊，这不是画工笔，我这是一白色啊，白色。这支笔里边蘸的是白颜料，太白。好，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补一点，露个小头，来补一点。好，那么这一块啊，感觉还缺一点啊，这边这一块缺一点，是不是少画了一半啊？我看一看，好像少画了一，好像是少画了一半啊，所以感觉缺一点，这边缺了一半。那么像这样的，你可以简单的处理它啊，可以简单的处理它，不需要呢，它有太多的这种形状的变化了，可以简单的处理。然后里边啊可以往外，由深到浅，花头处再点纯一些的白色啊，点厚一些，哎，它的厚度就能出来。好，那么现在看起来啊比较舒服了。回到下面啊，下面需要再给它拉长一些啊，最后一圈比较大一些的花瓣了啊，最后一圈了，这朵花马上就收尾了啊。这是不是比上一节课的小桃花还难？谁又不画了？谢谢啊，云书成功的加了进来啊。妹儿不画了是吗？画的是墨骨牡丹啊，墨骨牡丹。那画工笔牡丹你们更崩溃了啊！你墨骨画好了，你对于你画工笔染色是非常有帮助的啊。你有时候不想染了，你可以用这种墨骨的方法来把这个颜色给它
给它染完啊，非常好用，特别是画白色的花啊，我也经常就是啊，有时候画工笔一遍一遍染费劲呢，不想染我怎么办呢？我就用这个墨骨的方法啊，给它画出来，很好用啊。所以这个技法的东西，你只要学了，肯定有用得上的啊。我回头找一张给大家看看啊，找一张给大家看看。当时不是大家的那个工笔墨骨课嘛，需要画案例啊。然后呢，我们研发完这课程之后呢，好多案例就是工笔墨骨的案例呢，一开始是我画的。那我画的时候，特别是画工笔的时候啊，就偷了一点懒啊，偷了点懒。然后我就用了这种墨骨的方式，找到了就行啊，找晚了没关系，能找着就不错了。你要画画呢，它再怎么说啊，它就是一个手艺活，对吧？哎，就是个手艺活，手艺活它肯定需要这种方法啊、技术，而且需要不断的训练啊，训练好了，自然而然就会了。好了，那么这一块呢就缺一个大的花瓣，不要怕啊，真的不要怕，画坏就画坏了啊，没有人能一遍呢、两遍呢就能画好。我一开始画墨骨的时候也不能画的很好，很正常啊。你说是画这个墨骨难呢，还是画这个飞禽走兽难呢？飞禽走兽难啊。你看我这个位置也没画准啊，但是就感觉这儿缺了一片，我就只能给它加一片了。所以你画着画着，你不要完全依照它的这个来啊。如果已经迷路了，画着画着已经找不着北了，你就看它大体的轮廓的形状啊，看它大体轮廓的形状，有选择性的啊，加入自己的这个理解。你得是半灵半创啊，这个时候可能是对你来说，你感觉画坏了，很有可能就是你进步的时候了，走入创作之路的时候了啊，有可能就误打误撞，如果你能硬着头皮给它改好，你就误打误撞，慢慢的就进入了创作的这个领域里边了，否则你只会临摹。
对，不敢再画，你觉得已经没有地方画，没有叶子的地方了，那你就停下来啊，你就停下来。对，一定要跟着自己的这个感觉来。创作这个东西，其实好多时候啊，就是临摹临多了，对吧？有时候临没临好，但是又扔了又可惜，哎，改画就是改画，改着改着呢，哎，最后呢，慢慢的学会创作了。一只太白，另一只曙红啊。好了，那么这朵花暂时就这样了啊，已经算是完成了，我不动它了。那么有一些地方如果不够白的地方，其实我们到后期啊还可以再加一遍，可以进行像工笔式的分染，也可以呢用清水给它打湿。比如说哪一片你觉得浅了，我先用清水打底，然后把它湿了，湿了之后我再撞入白色进去，也可以是这样的。哎，那么这样画出来这个墨骨牡丹呢，画出来就有这种牡丹花的这种娇柔的感觉，对吧？花瓣的感觉就比较薄啊，比较轻盈通透，会有这个感觉，对吧？就不会像有的同学画了就感觉特别的厚重啊，像一片非常厚的叶子似的啊。没有问题的，我下一节课给大家看看我以前教过的这些同学的一些作业啊，我还留着呢，画的很好了，也就画2、3个月吧。刚刚谢谢谁的千纸鹤啊？谢谢俏妮。好，我们再来画另外一朵，刚好9点画完。哎呀，这2个小时画一朵花，你看看。好，我们画另外一朵啊，我把它挪到这边。另外一朵。有的同学不在群里边，可能没有收到这个原图，我把它放大一些啊。那么注意它这个位置啊，位置在上方。我这个画的稍稍高了一些啊，没关系。看，注意留出叶子的位置大概。那么大概这朵花与这朵花上去，它是一个什么角度呢？40-50度啊。你不要画太高，如果上面空间不够，你就不要画太高啊。空间够的话，你可以往上去啊，注意把握好。尺寸是多少来着？40，下回40几来着？43乘以50啊，43乘以50。好，来加花啊，加花瓣。谢谢菊妹啊，菊妹，不要破费了啊，不用破费，后面全临场发挥了。你能临场发挥，也是其实就是能力嘛，就是创作能力嘛。放下原图，你回头进群里边来会发给大家的啊，你不用截，截了也截不清楚嘛。你只要进群了就能给大家发给大家这个图啊。好了没有？好了，我开始画画了啊。咱们今天得晚一点了。那么这一朵花呢，它是一个半开的啊，半开的，而且是向下垂的。那么我们画的时候是从哪入手啊？先呢，我们要从外轮廓，从外圈往内圈推着画啊，因为外圈的花瓣大，而且外圈的这个形状啊，它是比较整的。
那么它的一个形状就决定大小，形状决定了整朵花的大小形状，所以我们从外圈开始画，先画第一片最外边的这一片啊，先画第一片，稍稍注意角度啊，稍稍要这比它高一点啊，不能太低。包裹着的一片啊，一片包裹着的花瓣啊。那么刚刚说到了啊，凹进去的地方重一些啊，凸出来的地方呢浅一些。那么你就把颜色点在凹进去的地方，点在凹进去的地方啊，卡几个点，轻轻的带一带啊。然后再撞色啊，把白色撞在花头的地方，积在这儿啊，积在这儿。它是不是有了这种鼓出来的感觉啊？有鼓出来的感觉，看到没有？它就有鼓出来的感觉了啊。哎，你看一放大它就聚焦乱聚啊，不放大它聚焦还没问题。好，下面这一半啊，它的形状是这样的，看到没有？快速的勾完，快速的撞色。撞色的同时呢，它会虚弱这个勾线的感觉啊，会把这个勾的线的感觉呢，给它虚弱掉了啊。要子晨，欢迎子晨啊，以前的美术的老师。然后这个中间你看它是有一个空隙啊，空隙颜色比较深，那么也不能是完全就是红的啊，要让它红里边是透着白，哎，往中间轻轻的点一点，点一点这个白，那么这个里边这个暗部啊，哎，就非常好了。好，下面一片，那么勾完之后也是啊，快速。如果你感觉这个方法简单一些呢，下次画的时候你可以这样啊，但是勾的时候不要勾太死，轻轻的勾，像打草稿似的啊。然后往里边添加这个什么，添加花瓣的经络啊，添加经络，添加完之后，这个花瓣呢，这种勾勒感就会减弱。对，你觉得这个方法简单啊，你就可以用这个方法，对吧？
然后继续画外圈，那么接着包裹这一圈的这个花瓣啊。那么这一朵会画的快一些啊，这一朵比较简单啊，比较快一点。对，如果觉得这个方法简单，那我就用这个方法啊，就用这个方法来画。但是如果太大面积的呢，你就不要用这个方法了。为什么？因为可能你还没勾完，那个已经干了。那么干了的线，它是无法在用撞色的过程当中啊，它无法做到能够把它溶解。如果不能溶解，有可能就会显得呆板。所以勾的时候要有虚虚实实的勾，并且速度要快。你看这个轮廓线，它可能就外圈的这个轮廓线啊，可能就已经干透了，就会有明显的这种勾的痕迹。那么我们可以撞色啊，我们可以撞色来虚弱它，虚弱这个感觉。想办法让它融进去啊，融进去。那么这个边缘呢，比较实怎么办呢？也没关系，因为里边还有花瓣啊，而且颜色比较重，我们可以利用这个边缘啊，给里边的这个花瓣。所以说，像这种面积比较大的啊，如果勾的话会比较有风险一些啊，对吧？勾不好啊，可能会显得比较死板。面积小的呢，勾得快，你可以勾。你看这讲的全都是干货啊，满满的干货。上别的地方，老师不会给你讲那么详细的啊，可能老师自己也不知道。因为我研究画这个墨骨啊，各种各样的墨骨的画法啊，都会琢磨啊，画了10来年了，所以心得体会比较多啊，能够讲出心得体会来，而且能够讲出自己的一些画画的一些技法。你像这样的，技法都是，你像我们学的正常的就是撞色、撞水，对吧？撞粉，也不会给你讲太多的这种画法。老墨骨了，对呀，我是老墨骨了。一会儿给大家看看我的几张小画啊。虽然之前抖音里发过，但是可能在镜头下能够给看得更细一些啊。今天才找到，找到了就可以了啊，找到就不错了。因为我也是这2天才开始直播。那么里边，这个里边呀，你可以等它干一会儿之后啊，再用重的颜色啊给它缝填住，把这个水线填住，那么它就是有花瓣这种张开的感觉，花瓣张开的感觉啊，就是这么处理的，看到没有？中间这个地方，一小瓣儿，简单的处理这一片。没有底稿啊，我有个底稿，我回头发给大家，发到群里边。我看看大家说什么了。有回放啊，回放也没有上传。对，给自己拉拉粉啊。
咱也就能在直播间里拉一拉，别的地方咱也没渠道。好，这外圈画完了啊，那么这个花它基本上大小呢就是固定了，对不对啊？就已经就只能是这么多了。好了，那么说到里边的花瓣啊，说到里边的花瓣，那么这个花声音还小啊，可能设备的问题吧。其实我声音挺大的了啊。那么里边的花呢，这朵花和之前画的那朵花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因为这朵花它里边的花瓣颜色比较深，看到没有？那么这种比较深的呢，我们可以反其道啊，反其道。我们先用曙红铺底，然后呢撞白色进去，反着来啊，反着来。你看，那么这个曙红不要调的太浓了啊。所以呢，方法一定要活学活用啊，反着来，反着来。你撞色之后，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比如说我之前是勾的，对不对？哎，勾的它的这个轮廓线比较明显。那么反着来，我们撞入白色之后啊，这个曙红颜色会被挤到边缘去啊，会被挤到纸的边缘。那么干了之后啊，这个纸的边缘呢就会形成一个深深的这个什么，深深的水线啊。用错毛笔了。点入进去，对吧？来反着画。比如说有的比较浅，那么你画的时候，这个曙红啊，就不要太重啊，也不要太多，别让它积压在上面啊。积的时间越长，它这个颜色干了之后就会越重啊，越明显。哎，你看，那么这一片如果它相对来说偏浅一些呢，那我们可以呢白色往里边多点一点，点完之后还能顺势吸走一些，吸走一些不要让它积得太多。那么这片就比这片呢显得通透，对不对啊？显得这个颜色呢浅一些。你看里边特别多的碎瓣特别多的碎瓣。那么这些碎瓣，你先不要去考虑它，你先把大的画出来，先把相对来说比较完整的、比较大的这个花瓣，主要的给它画出来啊。你看，主要的给画出来。应该从外面往里边画应该从外边往里边画，但是没关系如果你把握不准，你就从外边往里边画我这是画哪算哪了？哎，你看看，一撞粉进去好，回到外边来吧。那么外边呢是比较浅的嘛？那么浅的呢，它其实就是先画白再画曙红。注意水线，注意水线。它有深的地方，对吧？撞色。曙红曙红说了好多遍了。
曲高和寡呀，是的，主要难度大了啊。画此画不知如何下手。没关系啊，我用的颜料是这个颜料啊，是这个吉祥的这个盒装的啊。买个这是多少色啊？1、2、3、4、5、6、3、6、1、18， 18色，基本上就够用了，基本就够用了啊，这个这么多就够用了。好了，那么继续啊，继续往外。10点钟，这朵花准时画完。声音又小了啊！哎呀，真是天天各种问题哈。9981难，难难不一样。我建议如果画墨骨的话，就用吉祥的吧。也可以像这样的接色啊，接色。你看这样的接色也行，就像接染似的，对吧？就像接染似的这种感觉。我还没有购物车啊，这是牡丹花啊，画的牡丹花。一会儿给大家看看全图啊，我把这一点画完。刚进来的同学啊，一会儿给大家看一看全图。好，再往里边啊，里边这是小的碎的啊，先别管它，我们再把上面这一圈啊，上面这一圈再给它画一画。像这样的啊，接染。看画错一点没关系啊，水这个颜色一撞就给它撞开了。所以你勾的时候，这个颜色啊不要太干，笔上的颜色不要太干，宁可呢让它湿润一些，这样它是能撞得开啊，否则太干了它撞不开，对吧？太干了它撞不开呀。好，再往里边来，
我们要把它给包裹住啊，包裹住。那你们要画那个运寿屏的那个牡丹花呀，那更复杂啊，那有好多，它有好那个册页的牡丹呢，那里边更复杂。它的造型啊，每一片花瓣的造型那都非常的美，非常的精致啊，绝美。都能画一天。我最开始临的时候啊，那一朵花都能画一天，从早画到晚。我回头进群了，我把底稿发给大家，有底稿啊，特意给大家批了一个底稿，害怕大家就是拿不准。本来不太想给大家，想让大家试一试啊。因为昨天，因为昨天大家交的作业都太好了。里边现在我们再来处理里边一些琐碎的啊，比较小的一些花瓣。那么整个马上这一块呢，就让它闭合起来了，这一块就闭合起来了。撞色进去啊。对，中间的水色，这个水线是要加重的颜色进去啊。最后呢，干了之后需要勾填一下。那么外面的外圈的这个颜色花瓣呢，颜色比较浅，我们先用粉色啊，先用粉色，看到没有？先用淡淡的啊，白粉、太白啊，然后呢，再撞入这个曙红。就交在群里边就行了啊，就交在那个抖音群里边，你发上去我就能看到。然后注意啊，这花瓣它是有厚度的啊，有厚度。那么有厚度呢，就意味着它是有深浅才能表现出厚度，所以底部呢要深一些啊，深一些。中间这个地方啊，花瓣的褶子也要深一点啊，深一点。然后两边的地方，哎，要白一些，那么再撞入白色，那么它就鼓出来了啊，就鼓出来了，就有了体积感，对吧？好，再来画旁边的一片，面积也比较大。哎呀，面积大一些啊。哎，很漂亮啊。
好，即将完成。那么这有些花瓣呢，它是卷起来的啊，卷起来，那么它有一面呢是背面，有一面呢是正面，对吧？哎，一面深，一面特别浅。那么需要后期我们再不断给它加深，把空的地方呢，水线的地方啊要留出来。我们后期啊干了之后啊再做统一的处理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先不管它了。好了，那么这一朵没想到提前完成了，提前完成了，不错不错。啊，回放还没开通小黄车呢，还没开啊。等下了课了，我研究一下啊。还没有研究到那一步。好，那么先看一下啊，看一下这个整体的效果啊，看一下整体效果。那么整体的2朵花呢，目前呢就是这样一个效果啊，娇艳啊，非常的娇艳的感觉，是吧？你说艳也不艳啊，反正是怎么说呢？是不是啊？效果还不错啊。刚看到是虚镜头看到的啊，看完了之后镜头又不虚了，是吗？呀，峨眉感觉自己能画出来吧？我也感觉你们是能画出来的啊，肯定是没问题。那么下一节课剩下的叶子什么的呢，我们就可以留着下一节课画啊，下一节课画。现在呢，可以把这朵牡丹啊，这个深的地方，我们可以给它提一提，也可以下节课干了一起提也行啊，一起提也行。我看一看啊，看看还剩多少。我看看下节课应该是可以画完的吧？下节课应该是能画完的啊。应该是可以画完的。那么我先把这个提一下吧，我害怕下一节课万一时间不够用。那么这个里边这些重的呢，你可以曙红啊，调一点胭脂啊，曙红调一点胭脂。我今天我弄好之后呢，回头把这个把那个小黄车如果开通了，我就放上去啊，大家自行购买就行了。那么价格呢，也是基本上就是那个价吧，跟其他老师差不多啊。那么课程安排啊，每一周呢会教大家画个墨骨画啊，画个小写意，画个飞禽走兽啥的啊。你看它这个啊，它就是画完之后会有一些勾勒啊，会有明显的勾勒。哎，它会把一些花瓣勾一勾啊，特别是中间有些这些地方啊，它都是又染了一下啊，又染了一下。特别是运寿平他画的这个，他就特别喜欢这么干啊。他是他那个技法不就是粉纸带染吗？他是有的深的地方啊，它是用这个染的方法用的比较多的啊。它并非一遍完成，它并非一遍完成。勾一勾，乐一乐。谢谢，刚才是谁送我的小天鹅呀？
这个里边为什么要加重啊？因为后期要点花蕊啊。谢谢猫头鹰，猫头鹰来啦。韩林老师下课了吗？韩林老师有猫头鹰这样的铁粉，真是。上辈子拯救了银河系的老师。也可以啊，先用清水，你看到没有？我这是一支清水笔啊，比如哪些地方重啊，这一块比较重一些啊，整体比较重一些，你就大胆的先铺一遍清水，铺一遍清水，然后呢，把这个颜色撞进去，那么它会过渡比较自然啊，它就像撞色一样，对吧？它会过渡比较自然啊，它不会特别死板。那么还有一些缝隙的地方，那么就只能是直接这么勾勒一下啊，要勒一下，强调一下。这么一强调，一是能把这个缝隙很好的画出来，二呢是能把这个花瓣的形状也能给它强调出来。猫头鹰一直都在呀，我不知道呢，我看他也没讲话啊。就有这，比如猫头鹰啊、俏妞啊，有他们在，就感觉呢，还是像以前上课的感觉，就特别熟悉，也比较感觉也比较踏实一些啊。你看，稍稍的一加了之后，那么这个花它的一个层次感会更强一些，对吧？它有了深浅的这个紧凑感啊，以及这种疏密的感觉也会增强了。那么这边中间是比较紧凑，外面呢是比较疏散一些啊，这个感觉就有了。你没有听过我的课，听过良田的课呀？不应该是先听我的课，再听良田的课吗？把这些水线的地方水线的地方，你给它稍稍的勾勒一下啊。其实也不用画的太多啊，不要勾的太厉害。我的这个，我个人的倾向个人画墨骨的倾向是少勾，我尽量能撞成的我就不勾就喜欢这种朦胧的效果，有一些朦胧的、虚虚实实的这种感觉。我就记住了谁你比如什么，从来叫什么没登过太空，什么王段，还有尖话筒，还有这些平时比较活跃发言比较活跃的，我是记得比较牢一些用了太白用了太白，可以提一提大致提一提，不要加的太过了。因为我整体的颜色呢是比原画要浅一些的，大家感觉到没有整体比原画比原作要浅整体比原画要浅，所以你不需要提的太重，不然的话就感觉太白不够了不然就感觉不够了。如果你感觉你哪地方的白色不够，可以像刚才的方法一样，我先用清水笔打湿，湿了之后再点入这个白色进去对，猫头鹰，这个它名字我知道
因为提了之后它会显得比较偏呆板一点，对吧？如果你感觉它提了之后它会比较重，那么这个白色因为比较淡，会形成一种什么感觉？形成一种透明感，是不是？形成一种花瓣有一种透明感。那么你想加重啊，有一些花瓣的地方白色，明显感觉缺乏的话，你可以先用清水，你比如花头上啊，清水。放大又不行了啊，清水啊，清水画完之后呢，再用白色啊给它撞进去，点进去，用白色撞进去。好，我知道问题出哪儿了，它为什么老不对焦？我明白了，我给它调一下啊。你看清水啊，比如说觉得哪儿需要再明显一些的白色啊，我先用清水打湿，然后再撞，这样子画的这个目的是什么？让它不太有明显的这种笔痕啊，让它没有明显的这种笔痕在里边，否则会有明显的笔痕，它就不好看。好了，那咱们今天呢，暂时呢先画到这儿，好不好？今天暂时啊，先把这2朵花完成了。明天呢，我们继续完成整幅作品啊，还有7只蜜蜂，还有一些这些叶子，还有个小花骨朵啊，内容也比较多。明天1节课，我们继续把它完成啊。我下面可以给大家看一看啊，看一看之前画的一些小蘑菇。那么有些是本来是给大家做的课程案例啊，当时刚研发出来的课程之后呢。做宣传用的案例，最后呢，老师不同的老师上的时候呢，他们根据自己的风格又改了。那么有一些是我以前画的啊，这是以前画的，这是自己的一些小品创作啊，这是以前。那么这几张以前也带学生画过啊，大家画的都不错，画的都很好，所以我是有信心给大家教会的啊。那么这些呢是偏向于简单一些的，看，简单一些的，这是画了个喇叭花，刚才那个画的是萱草花啊，这画的是萱草，黄色的萱草，对吧？那么这种是比较简单的，还有这个，这以前都发过抖音的啊。那么这个是画的芙蓉花，啊，大家这种呢就相对来说哈。可能简单一点吧，我感觉是不是因为简单一些啊，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这种要简单。但其实这种除了花瓣比较复杂，也没什么啊，也没什么太大的难度。那么还有这个，你看，这就是当时做的一节工笔课的啊。那么这个花呀，我其实就不是染的，我其实就是撞出来的，要用这个墨骨。勾好线之后啊，用这个墨骨的给它撞出来的。你看我其实就不是染的啊，我直接就撞的这个白色的，可以看出来这个白色啊，它有些地方不太均匀，对不对？我是没染，因为偷了个懒嘛。那红色部分呢，那只能是连撞带染啊，没办法。那包括叶子我也没染啊，叶子我也没染，也是撞出来的。先勾好线，再撞色。撞出来这个感觉。如果你想那么大致撞出来之后啊，如果想再有工笔的感觉呢，就可以细细的分染一下，所以可能会快一些，比传统的一遍一遍染，它效果可能会好一些啊。包括这些叶子上面这些小叶子我也都没染，都是撞的啊。所以这个方法呀，学会了之后，它的应用的这个途径啊，其实是很多的，很多时候可能都能用得上。你比如说画写意，它用不用得上墨骨呢？也用得上啊。一讲这个墨骨，那是不是之前讲的课里边好多画家，这个画写意的画家，他都是一种墨骨法在画，对不对啊？所以都能用得上。包括这个是之前做的那节
那个什么课啊，运寿平的学生，那个马元玉啊，做的马元玉这节课的，画了他的一个案例。那么我画的是，应该是他的照着原作啊，照着原作画的，哎，它就是这样的，对吧？那么这个桃花小桃花呢，就是这种撞色的方法啊，撞色的方法，用白色啊撞曙红这种感觉。那么这种桃叶，包括这个柳条、柳枝的这个叶子呢，就是用的什么方法呢？就是用的点法、点写的方法，就是写意的方法。所以这种技法呀，都是要结合起来运用，它才能够发挥最大的效果啊。学以致用就是要。那么小鸟就是丝毛啊，丝毛再带染啊，小鸟吃的很胖，对吧？那么这个是画的那个周一贵的啊，周一贵的，我截取了他的蜀葵，它底下不还有那个什么吗？底下不还有那个石榴枝对吧？石榴花我就没有画，没有截取那一段。当时啊是要作为宣传用，所以着急用，所以这些案例呢，都是我画的啊，画出来当时做宣传用的，后期又改了。那么这些都是墨骨啊，这都是墨骨。那么这个纸你看漏了，漏的效果就是这样的，有一些斑驳的感觉。你像这样的，这是不是感觉哈要简单一些？啊，你像这样的，它也是这个水线，你看啊，大家看这个花啊，这个蜀葵花，它每一瓣儿撞色完之后啊，它又把这个水线怎么样啊，又重新啊给它勾勒了一下啊，把水线重新又勾勒了一下，看到没有？强调了一下，因为它的这一路啊，它是运寿屏的这一路啊，它都会特别讲究每一瓣花瓣的这个造型啊，以及它的形状，所以它会有一些画完之后会勾一勾啊，勾一勾，跟后期的这个居廉居巢的这种画法又不一样，跟任伯年呢更不一样。任伯年呢，在它的基础之上啊，更偏写意一些。后期我们可以画一画，都可以画一下。好，那么就给大家看一看啊，稍稍看一看啊，之前画的一些墨骨。好了，那么今天呢，咱们课就上到这儿啊。明天下一节课就是明天晚上，我们继续完成这幅作品啊，完成这幅作品，好不好？没有关注老师的同学呢，点点关注啊，点个关注。回头进个群，我发个底稿给大家啊，发个底稿给大家。哎呀，录上了，吓我一跳啊，以为没录上呢。录上了啊。好，那么今天就到这儿吧，都快10点了啊，大家晚安，咱们明天晚上见。好，拜拜，拜拜。没有进群的同学，趁现在赶紧进群。平时是不是看不到群啊？有的同学说，是不是直播的时候能看到我的这个抖音群？平时是不是看不到？等大家一会儿啊，没有进的同学呢，现在赶紧点头像，然后加关注进群啊。是看不到吗？是吧？他们说粉丝少了，说是有1万粉丝才能够在那个主页显示这个粉丝群，所以大家加油啊，帮我再宣传一宣传啊，争取达到1万。截图，好，截图吧。回头我发到群里边。
是吧？我也不知道怎么找。对，这是画的墨骨画啊。怎么昨天镜头不虚，对吧？我回头再调一调啊。我手往这一放，它就虚。好了，那今天咱们就到这儿了吧？大家晚安。对，那个流派课呢，我会到时候会挑一些画家给大家讲一讲啊，咱不能，全讲是不可能的啊。我手太黑，我手不黑，我手特别白，这是有点冷了，冻红了。因为没有打灯啊，我灯是冲着上面打的，没有冲下面打。灯一打，那好，晚安。那我关闭了，大家晚安，拜拜。点赞呢？好了，不点了啊，晚安了，晚安了，拜拜。